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1期的洋洋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李宁的 CJ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李宁 CJ1 代的忠实拥护者，我自己购买了5双 CJ1， 这应该足以看出我对于这个鞋款有多喜欢。CJ1 出色的中底推进感以及超强的整体刚性，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面对再高强度的比赛也是游刃有余。我应该也是当时最早说 CJ1 实战水平超强的博主，而当 CJ2 在网络上首次曝光的时候，我是有点失望的，因为它跟1代在结构方面完全不同。光看它的外观，我觉得它更像是耐克的 Carry Low 2或者是3，在鞋型方面非常相似。而当我拿到这一双鞋之后，这个想法更加坚定了。中底全掌泵在球鞋外侧使用了软质 TPU 材料进行包围，在后跟处用了一块 Light Foam 进行后跟处的包围，控制住了后跟处缓震材料的形变。中底前插式的碳板被取消了，连 TPU 都没有给，反倒是给了一个宽大的弧形大底。这一系列的改动都注定了这一双鞋跟上一代在实战方面的体验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大底方面 ，CJ2 使用的是颗粒式的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抓地力是 CJ1 最明显的一个缺陷，而这双 CJ2 在抓地力方面的提升明显，在干净的场地上面打球完全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脚底下的每一下都能踩得很实，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这一双鞋所使用的大底橡胶具有一定的粘性，对于灰尘的敏感度略高，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那就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够拥有够用的抓地力。但是在吸灰这一方面的表现也绝对是比 CJ1 要好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并且它的大底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在硬度计的测试下，大底的橡胶硬度在65左右，应对一般的室外塑胶场地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水泥地的话还是有点吃力。而在中底方面的变化是它和 CJ1 之间变化最大的一个地方，中底改为了全掌泵，并且在后跟处用了一块调教略微偏软的 Light Foam 作为加固，整体在脚感方面更为讨喜，应该会让更多人喜欢。中底部也是用的网布材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让你更明显的体验到中底泵的软弹。很多朋友对于 CJ1 相对比较生硬的中底脚感是不感冒的，而这一双 CJ2 在中底的脚感方面比 CJ1 提升了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我穿过的所有李宁篮球鞋当中，单纯说脚感这一方面，绝对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存在。并且它不仅在脚感方面表现出色，在缓震的极限方面也同样拔群。我180斤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出现。对于缓震有比较高要求的朋友，这一双鞋的缓震也绝对可以满足你。并且它在前掌也做出了跟闪击 9P 相同的设计，就是在前掌的发力点位置处，在这个位置的厚度明显是整一双鞋身上厚度最薄的一个地方。虽然中底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在发力点位置处极为贴地的中底厚度，让你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也完全不会感觉到中底的泄力。但是这一双鞋在前掌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内扣情况的，这一点就看你是不是介意了。对于定位相对比较偏向于变向以及突破的篮球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在后跟处用了 Light Foam 控制住了后跟处的缓震材料形变，在后跟的力线控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单纯只有在前掌有一点内扣的情况，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而它的中底龙骨落差也是明显比较偏小的，略微会有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对于打法的适配相对来说也比较广，不管是用前掌发力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在跑动的过程中，中底的整体过渡都是不错的。两种运动习惯的人群，这一双鞋都能够适配。但是这一双鞋最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取消掉了前插的碳板。虽然这样的设计让这一双鞋没有了任何的穿着门槛，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但是原来 CJ1 身上最大的优势，那一种在突破以及跑动时的助推感，这一双鞋身上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在鞋面方面，它的适配性也特别广，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略微偏宽一点点的鞋楦，只要脚型不是太宽，这一双鞋你都可以选择。并且都可以得到出色的包裹体验。球鞋的系带系统使用了前段以及中
中后段分别2对动态鞋带孔的组合，在拉紧鞋带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并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系带系统一样，只是在鞋带孔部位收紧。这双鞋在拉紧之后，它是从四周向内收紧的，包裹的加压在各个部位都非常的均匀，并且能够很好的包裹住双脚，包裹的感觉非常棒。并且系紧鞋带之后，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静态包裹、动态锁定以及包裹的舒适度3个方面都十分出色。而大面积的 Mono 网纱加上部分位置的热熔材料加强，以及侧面上扳至鞋面的大面积 TPU 件，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也有着出色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牢牢地兜住双脚。它在足弓支撑方面的体验也非常棒。它的足弓支撑并不像以往的李宁篮球鞋一样，是通过动态鞋带孔或者是足弓处的材料上扳来提供的。这一双鞋它更像是耐克的篮球鞋所提供足弓支撑的方式，就是在它的中底足弓处做出了微微的抬起。穿上鞋系紧鞋带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中底与你的足弓能够有比较高的贴合度，能够很好的贴合住足弓，给足弓一定的承托感。这是李宁在人体工程学上面的一大进步，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再加上它优秀的整体包裹，在蹬地发力的时候，它的中底也依旧会跟足弓牢牢的贴合住，不会出现足弓处的拉扯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双鞋，甚至可以说是李宁的篮球鞋进步最大的一个地方。而在整体的抗扭以及强度方面，它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CJ2 虽然取消掉了 CJ1 身上大面积的高强度碳板，但是在中间部位依旧置入了一块强度不错的 TPU， 在外侧也有着一片面积不小的软质 TPU 加持。球鞋在整体的刚性方面虽然比不上上一代，但是也完全没有问题。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虽然球鞋的大底呈弧形，但是它的大底面积非常宽大，并且在前后掌的内外侧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再加上它中底的重心控制的也比较合理，加上前掌存在着一点点内扣的现象，这些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表现的没有问题。穿它打球完全不会有那种不敢做动作的感觉。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 CJ2 重量是388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并且它的重量布置非常合理，鞋脚一体性也十分出色，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比它在数值方面的表现更为优秀。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这一双鞋确实十分优秀，十分出色。它在适配性方面做的真的非常棒，中底适合所有打法的朋友，鞋楦也可以适配绝大部分兄弟们的脚型，并且出色的脚感加上它优秀的前掌反应性，不管你是偏投射还是偏突破的打法，这一双鞋也都可以选择。这一双鞋我觉得就是一双每一个位置每一个打法都可以进行选择的实战好鞋，但是它在我这里没有办法成为一双实战神鞋。虽然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就是因为它更多的是在考虑到要适配大部分的人群，导致它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或者说是倾向性比较小。它的整体造型以及前掌发力点位置处的厚度降低，都是在为它增加一点倾向性，让它更加偏向于爱突破、爱变向的球员。但是我觉得有点偏少了，而且它的整体强度是比不上 CJ1 的。如果真的要打高强度的比赛，它并不能提供给我像 CJ1 一样提供给我的那一种我想要的来自于脚底下的信心。但是如果今天只是训练，只是低强度的玩乐局，我更加愿意穿上这一双 CJ2。它一定是一双实战好鞋，在2023年它绝对会拥有出色的销量以及口碑，但是它很容易会被其他的鞋款取代。而像 CJ1 或者是 AJ28 这样比较极致一些的鞋款，一旦爱上了就很难会被取代。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